大家好，我杰夫。我们这一集呢要拍什么呢？发球秘技第4集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发球秘技4呢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其实我们收到很多观众的私讯说，他看完我的发球秘技1、2、3集之后呢，他做不到。做不到原因有几个，第一个，他可能没有这么好的球拍，甚至那么好的皮，所以他看完之后，他看得到，做不到。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他的击球的手感没有这么好，所以我们发球秘技是针对初学的发球来分享给各位。好，在这之前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来，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的乒乓世界店长林正蔚教练，我们掌声欢迎他。大家好。他站进来之后马上要蹲地，因为他太高了，会出到镜头外面。那我们今天请来一个初学者，所以如果我们这一集把这个初学者教会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多看几次就会成功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今天对你的教学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吼，你这样笑得这么心虚。那我们今天欢迎到我们的初学者，这位初学者呢，他虽然是初学者，但是他在桌球界也是小有名气。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小猪黄不言。就是他哦，小猪黄不言。一个把腿张开，一个踮脚尖。好累哦。我们这样子的身高才可以平均。那个桌球界小名气我没有，不要听他那边乱讲话，我没有。好，来，我们小猪现在球龄几个小时？好像已经快要30个小时了呗。差不多快要30个小时。30个小时。我跟小猪就是因为乒乓球加入了明星人桌球队之后认识，对。后来他努力向上的学习、进步、更新。因为我觉得桌球它是一个蛮不简单的运动，它需要思考，还要去想对手会干嘛，还要去反应。所以我一发呆就晃神过去了。所以我觉得在桌球里面我是非常的辛苦。所以说今天如果我这么拙的人都可以打到好的话，你们一定可以学会。好，太好了！我们的小猪最刚晃，希望初学者的观众。等一下，会不会这一段大家都被剪掉？然后大家只知道姐夫说太好了。不是，结果最后我们等一下拍的时候，发现你都发不成功，这一集白拍。不会，就是我们不会教很难的发球，好，但至少让你的发球在你的初学圈里面是可以得到赞同的。那林教练，我们今天你要教小猪什么样的发球？我们今天要教的是下蹲发球。下蹲？怎么你说要这样发球的时候这样？对。发球的时候就很累哎。我们蹲，杰夫蹲。正经一点。那我的部分我就会教小猪黄不言我们的反手发球，所谓的侧上旋。那我等一下会一并分享给观众，让观众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把侧上旋传授给你。这样别人不就知道我的招数了吗？对。那我不要跟观众讲这个，别人就知道我怎么攻击他嘞。那我们改侧旋嘛。好，那我们好了，不然就讲嘛。好啦，讲啦。不是讲完，我们在私底下再教你别的嘛。好，对，这样可以，白痴，那么计较。不是，我总是要赢别人一招吧？对，我们发球有很多种，然后我等一下会告诉你说，我们学完这个之后，我们可以做哪些的延伸嘛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，我们由林教练先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先由林教练。对。手教下蹲式发球，好，正手的下蹲式发球，主要是什么旋？主要是侧旋，侧下旋，就用砍的。侧下旋蹲。对。天哪，这个新手。好，我们就赶快开始。首先呢，下蹲发球呢，它发力的点是要用你的小手臂，以及你剁菜的感觉哦。没错，以及你抛球准备要发的时候蹲下去的那个合力。这样，那我脚是要脚稍微合起来一点。那脚的重心是要改变的吗？好，我来示范一次。站位都是一样的，所以重心不用改变。然后我们在发球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离球坐太近。对。因为像发反手的时候会离比较近嘛。对。下蹲的时候就一定要退后一点点，因为你怕你砍到桌子，怕敲到桌子。距离桌子差不多1只手的距离。1只手，所以我比较矮，我就在前面。好，然后你准备动作的时候，球左手拿在前面，
你的右手差不多放在耳朵，右耳朵旁边。右耳朵还是放在肩膀上？右耳朵旁边。耳朵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抛球。抛球的时候，边抛，然后你的脚尖稍微一点垫起来，垫起来一点点。很高，然后下来啊。对，垫起来一点。可是这个抛法的话，我的击球点会是在哪里？会是击球点要等越低越好吗？要等球差不多掉到你的眼睛左右的位置。眼睛啊，所以如果我在打的时候，我要抛超过眼睛，那我那个时候抛的时候，我是要踮脚还是站着？对，抛的时候踮脚，球掉下来的时候蹲下去。所以我抛的时候踮脚，球的时候，对，好难哦。可以不要踮脚吗？也可以。不要踮脚，速度是不是比较慢？对，踮脚的话速度下来会比较快。再来，你发到球的时候，你整个人要稍微蹲下去，要完全蹲下去，像拉球的时候一样。没错。天哪！完全蹲下去。颠放，球去哪了？这样我都打不到。那你要你的球可以稍微抛往右眼睛，对，然后离身体近一点。你刚刚抛那个球有点太远，所以我往右丢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刚开始发的时候，当然会有点怕。对，你不用怕，就直接手往下。往下我刚刚没有往下。对，好，所以是这样，在耳朵旁边。耳朵旁边丢，往下。对，球拍稍微往前一点，再往下。往前。就是有一个 C 字。摩擦力是这样子给他的，对，是这样给球吗？往前往下。好，我很会学杰夫说，但我做不到。往上丢。可以帮我放一些音乐吗？这种很悲情的，然后有落叶掉下来，怎么都打不到。对，没往右边。往右边。你刚丢的有点太远。对。我知道了。再往后抛一点点。对。腰可以再转多一点，它就不会。要往哪里转？往这边转。你可以面朝那边。可是它是要这样它这样这样。一点点就好。对，一点点就好，这样子球才会进桌子。所以这样。对。这有转吗？有转，这有转。多一点。有转。有好球。有没有感动？有，超感动。杰夫平常都这种心情在教我课的。有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球是可以练的，只要你找到一点点的那个小 paper。但像刚刚他发的那个球有点高，对，就是代表说要等球再掉低一点，然后你再蹲低一点。掉哪里？你是说尽量掉到跟网子一样的白线？对，你要这么高到这么低啊？对。对，这个好。真的吗？注意啊。可是为什么会这么高啊？当球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会弹这么高。所以如果你的球是这样子弹，它就是弹这么高，它不会这样弹突然变这么高。对，那怎么办？从上往下加力。那怎么办？所以你刚开始练的时候，刚刚林教练主要在教你这个击球的时间点，因为你时间点越好，它停留在你球皮上的时间就越久。所以过去的球就会越转，击球的位置离桌子越近，我过去的球就不会过高。所以当我手拿这样的时候，我不管怎么击都在点旁边。原因是什么？我球抛起来，我比较好瞄准那颗球，因为球拍就在我旁边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当我在我眼睛旁边的时候，我站这么高，我过去的球就是这么高。对，刚刚前面过去的球都这么高。对。所以为什么叫下蹲式？因为我可以抛起来之后，我的眼睛可以跟着球下来，下到这个网子的位置的时候，我再击球，对不对，林教练？没错，太棒了。好，那你们继续。这个好厉害哦 ，Google 查不到哦。他说的，好辛苦哦。Many hours later， 要练一个发球真的不容易耶。好，刚刚林教练已经把他的发球很辛苦的传授给小猪。那第一，我们因为林教练没有教过小猪，我们只能短短的教这个，可能 maybe 1个小时。我们今天拍摄可能，我觉得这样才好。就是你看，他跟我是没有交流过的，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跟你们俩也是没有交流过的。是，你知道，对，人就是在不停的失败中成长。因为这个东西是身体记忆，不是你马上就可以学会的。没错，没错。你刚刚已经知道诀窍，知道观念，现在只差长时间的那个球感训练。对，
各位观众，就是建议你先买一张桌球桌，对，先买回家，然后你就可以再买个几百练颗球对，然后再请我们的教练教教练课。再配合我们的视频。但真的啦，就是你看我刚刚练了快1个小时，对那我其实有几颗是成功的，是没错所以代表说，如果我真的每天可以花30分钟练的话，1个礼拜后基本上我应该就可以发这个球了，应该吧？没错，没错，对大概就是这种肯定的，肯定的。对，肯定的所以就对啊大家不要放弃，就是你们都是可以发这个球的。嗯，那我好们今天是不是还要选对另外一个球？我好现在累教哦。小猪反手侧上旋。好，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把反手的侧上旋直接传授给小猪哈。好，那几个要点哈，第一个要点是在练习发侧上旋的时候，这颗球一样，我不能抛在前面，对我要离身体近，近一点。对不对？然后侧边离身体近哈，我手跟球还有球拍离身体越近，我就可以越好瞄准这颗球，跟越好施力。好，比方说我这边可以转的弧度有这么大对， ，180度，但是当我手伸直的时候，我会 K 的，加上我这边不好施力，对所以我必须要用我的大手臂，用我的大手臂去摆荡，去摆荡，这颗球才会被你摆荡起来。好，再来，球在抛的时候，如果我把手放在我的球拍上面，对，我抛完之后，我的摆荡会卡住，对，有没有？真的会卡住，所以我的抛球，请你摆在球拍的下面，然后一抛之后，这只手放下来，我就可以摆荡了嘛。这样。如果我这样子抛，我还要闪开嘛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抛，我这边手就 K 住了嘛，我就只有这一段嘛。但是当我这样一抛的时候，我这一段可以完全的去施那个力量。好，再来，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会发现奇怪，我这个看完这个影片，我一直摸不到球，有几个原因哈。你击球的时间点抓得不够准。对。第二个就是刚刚有提到，你球抛太前面。哦。好，我球离我的眼睛、鼻子越近，我越好去击那个球。那严格说起来，我的侧上旋我会这样子去摩擦。哈，这样不就很容易跑掉？所以我有可能会磨不到，因为它可能会落空。我可能会磨不到，所以请你把你的拍面微微的朝上，微微就好了，这样你比较好接到那颗球。好，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击球时间点会抓得不够准。但是如果我微微朝上的时候，我拍面可以抓得比较准。哦。好，我拍面朝上了，人家会误判为侧下旋。我以为你切球啊。朝上了，对。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，我直接把这个延伸的 paper 分享给各位哈。好，要收钱吗？不用收钱。好，我们这个球当我抛起来之后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在这边击球，它就会是侧下旋。虾米？因为我这样子往下了嘛，哦，它就会是侧下旋。但是如果我转腰之后变这边击球，它就会侧旋。你看我抛起来，如果在这边击球，然后这一段是空的，它就会是下旋。这种球基本上都会带一点点撞击，除非你摩擦的更多摩擦的更多。我撞击跟摩擦我可以自己去控制，这个下次有机会再分享给各位因为我这边有个摆荡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我击球在这边，就会是带一点下旋，因为我从上往下了，有没有？就会带一点下旋。如果我击球在这边，它就会是侧旋。对。如果我击球在这边，上旋，它就会是侧上旋。所以这颗球在我击球的时间点的不一样，我的动作长一样哦，我只有抛在这、抛在这跟抛在这的差异哦。我击球的时间点晚一点击，早一点击，早一点击，晚一点击，再晚一点击。它会是3种侧旋，可以耶，所以你只要会这一招，你就可以骗别人。对，因为别人就不知道你是发哪个旋。对，但是你必须自己要知道你发过去是什么球。我不知道。就是我可以这样子分析给你听，没错，但是你不见得做得到。对啊。我只是说这可以当往后的延伸。好。那我们今天学的是什么？掉下来之后。抬高的这一段，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初学者看到会转弯的球，我就切，球就会高。所以如果你带了上旋，过去的球它一切的时候会变得比平常更高，所以我必须要带到这个侧上旋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，我抛球，抛完之后摆荡的这个动作，你也可以靠一点转腰，靠一点转腰。好，再来几个初学的诀窍，还有一个要领是。假设你击不到球，你可以先固定几个地方，比方说我身体先不动，我先练这个动作，身体跟手腕都不动，这个动作
先去把击球的时间点抓准。好，你抓到闭着眼睛都可以发的时候，再来带我其他的肌肉，让那颗球更转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试一下，然后我再帮你做动作的调整。好 ，OK， 来，你先试一次刚刚我请你做的动作哈。你说这样吗？抛起来之后转，这样。好，我们先用手，身体先不动。抛起来之后转。对，然后你一样，你这个角度不要往这边，好，你往这边，那个球会往这边跑，所以你往这边一点，往这边一点，好，荡起来。对，记得用抛的感觉，记得抛的感觉。对，很好。我再把动作缩到最小，长这样。这样啊？你看它是被我抛过去的感觉。对，哦，对，哦，哇，摄影师都吓到，刚那个球突然一个急转弯，有没有看到？还可以再往上提，再提更多一点。对，好，来，会打到网子有几个原因哈。第一个是你撞击太多，对，你从后面往前撞太多，它就会直飞。直飞如果落在你桌子的前半段的话，它就很容易造成触网。对，就算没触网，过去也有可能飞出桌。对，好，我先来做2个例子哈。我球落在这边，它弹起来就是会触网，要不然就是飞出桌。飞出去。撞击带多的球，如果你的球落得越靠近自己的白线，我就可以速度越快，去得越白线。我就可以去得越白线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就可以去得越白线。有哎。当我撞击带的越多的时候，请你把球发在你的白线上。来，我现在发撞击带多的跟摩擦带多的，哈，这2个必须要有区分哈。来，注意看哦，这个是摩擦带多的，有没有？它是抛出去的感觉。摩擦。我带出去，它会这边跑，再跳这。摩擦。好，如果我要撞击带多，你看你只要从后往前伸太多的时候，对，它就是会变这样，它就是会伸出去。所以你要撞击带多的时候，它一样是侧旋，但是我撞击大于我的摩擦，我的球速会增加，我的第一个落点就要落在我的白线，我一样是侧上旋，但是我带撞击带多一点。那我们今天练的就是练摩擦多一点的。很好哦，这个发得很好哦。所以它的第一个点会在这里前面。如果你抛得够好，你可以落在前面。但是你击球那一瞬间，你必须确认我这球到底是撞击多还是摩擦多，对吧？好。那我怎么样摩擦多？如果我这样子撞，我就会撞击多嘛。对。但是如果我从它的下方往上提的话，就摩擦多。就是摩擦多，而且可以抛。好，再来。如果你用抛的球，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的。假设我抛这么高，对，我过去的球就是这么高。假设我抛这么高，一定被人家杀爆。可是这么准还会杀哦？当杀爆了，因为你是侧上旋哎，它碰到还会飞高，我这样杀刚刚好而已，对吧？所以如果我离桌子越近，抛起来，这颗球就可以越低，而且越转。低就是接近。哦，尽量往上提哈，你往上提才有抛的感觉出去哈。好球，这球发得很好哦，摄影师都接不到，就是好球。好，今天这集发球秘技第4集呢，初学版哦，就到这边。那我们先请林教练分享一下心得。好。我们初学者在练的时候啊，我们尽量可以自己拿着手机自己录自己的动作，然后发完看，慢慢自己调整动作，这样你的动作才不会跑掉。因为初学者最怕的就是动作跑掉、歪掉，然后越练越不对。就是等于是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。对。那再来，我针对今天的教学呢，我很开心啊。因为我觉得你发得很好啊，就是一个初学者，因为你平常只有练一些正手、反手、切球、拉球，但是你的发球比我想象预期的来的球感好一点，只是你的力道可能还不够，因为你的手腕的力道还没有用到。那没关系，这种东西就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。今天真的非常谢谢2个教练，我觉得我受益良多。今天你们要送观众什么礼物啊？今天又要送啊！今天又要送啊！每一次我出现都要送礼物吗？抽一个幸运儿，抽一个，抽3个，抽3个，抽3个，这么好啊！有你出现，我们不能少送吧？好哎，对不对？好啊。
我们抽3个 DNA 白金版的皮。然后我觉得留言留今天你对就是林教练还有杰夫教练的这2个动作，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或疑问，或者是你们的练有什么心得，都可以打出来。然后我觉得就是看你们有什么反应，然后我们觉得不错留言，我们就会抽3个。或者是已经是老将，你也可以针对这2个初学的发球，回忆当年的你，分享给我们。对不对？想当年我干掉林昀儒的时候，我也是用这颗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就是如果你当年初学，你也练过这个球，你把你的心得分享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好不好？大家底下讨论一波。没错。一样有小猪抽出去。好好吧，那这一集乒乓世界的 YouTube 频道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小猪彭慕言的 IGFB 在这边。好。那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希望这集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耶！完成。耶！结束。我们一开始一般打球都张开嘛，所以我们是要哇，太幽默耶！我们在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对。我刚刚说是不是要蹲的时候变成这样？不用，我想说怎么可能？AKB48。对啊，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，好像要跳团舞的感觉。